這一支視頻呢，是來聊一聊關於這個前幾天的新聞啦，就是關於人口遷移的問題啊。在這一份報告裡面呢，就有講到，在2024年的時候，2024年呢，它的人口遷移調查報告哦，有大概30萬名的人口遷移啊，這個數目其實不是很多啦，它佔了全國人的人口是大概0.9%而已。只是有一小部分的數據是我會去關注一下的，然後順便分享一下我對這個數據的看法是什麼啦。那就是有8000人遷入雪州，然後有7000人離開吉隆坡。OK， 他沒有講指定是吉隆坡的哪一個部分啦，他只是講龍市 ，OK， 就是整個 KL 啦。這樣它有這樣子的遷移，其實是蠻是很容易發生的，因為其實 KL 跟Selangor它的邊界太模糊了，不小心就是跨州，不小心就跨州了的。以前我 MCO 的時候哦，我們就有很深的體會的。OK， 這樣這一個報告呢，為什麼我會值得關注？因為其實如果我們在往深裡面去想一下啦。其實這個數據它想要帶出怎麼樣的一個信息呢？我看到的東西是這樣子啊，我不知道你們認同沒有？就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從吉隆坡搬出來的人 ？OK， 我先講這一個部分先啦。第一個最直接能夠聯想到的就是生活成本哦。OK， 我相信這一個也是大家。大多數人都認同、都接受的這一個 point。你看啊，吉隆坡，我先不要講吉隆坡市中心啦，Cheras KL 也是吉隆坡啦，然後還有Kepong啊、Segambut啊、Mont Kiara 啊，然後Ampang KL 啊 ，OK， 這一些啦，其實越來越城市化了的 ，OK， 大家有沒有去留意？唯一沒有那麼城市化的地方啦，我印象中哈 ，OK。可能你們有別的答案，可以在評論區那邊留下你們的答案啊。沒有那麼城市化的地方，可能就是Kepong哦、Segambut哦，這些還是 under KL 地址，但是它還沒有到那麼的城市化。OK， 但是其他地方大部分都是已經被城市化了的了。所以當那一個地方已經城市化了的時候哦，在那邊出現的商業活動，比如說餐廳啊。還是各種各樣的生活便利設施啊，他們的開銷肯定是會比較大的。OK， 就好像如果我們講一個 example，let's say 我們住 Mont Kiara 的，不可能我在 Mont Kiara 我會想到我要去巴剎買菜的嘛，對不對？肯定是去那 grocery 那種有冷氣的village grocery 啊這樣子的地方買菜的嘛。這些地方肯定你的生活開銷會比起其他地方來的高一點點。OK，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 example 我聯想到的。再來就是物價咯 ，OK， 物價包括了房價還有租金啊，這些肯定是越來越高了的。所以如果是經濟能力剛剛好的那種族群哦，他肯定是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OK， 這個又讓我聯想到還有另外一則新聞哦，就是另外一個 post 它不是新聞啊，就是他們有 share 哦。在吉蘭丹的 T20 等於在 KL 的 B40， 意思是什麼呢嘛？其實啦，在吉隆坡生活，你需要的收入門檻是非常的高。你看，在吉蘭丹的 T20 啊，這邊這一個 screenshot 上面是寫着是多少，知道嗎？吉蘭丹的 T20 就是你的月收入有超過7000塊，就是屬於 T20 了。但是你月收入7000塊這個水準哦，在吉隆坡你就是在 B40 的。你要怎樣擠進 M40 哦，在吉隆坡你必須要9600以上，一直到17000塊。OK， 這個是我在其中一個 Facebook 上面其中一個 post 人家 share 出來的了，也是蠻 make sense 的。OK， 從由此可見哦，在吉隆坡的生活開銷是非常的高了的。這樣如果我們看一下Selangor呢，Selangor其實也不會低到哪裡去啊，老實講。OK。Selangor 的話呢，你要9500到16000啊，你就是 M40。OK，9500以下呢，你就是 B40 咯。但是這一個我不確定它是
那斯兰沃的哪裡啦？因為斯蘭沃也是蠻大的，有些也是郊區，有些甘榜的地方也是有的，比如說烏魯斯蘭沃啊這樣子的地方呀。所以其實斯蘭沃的生活開銷也不便宜啊。OK， 有一些地方啦。OK， 所以回到去我剛才講的那一個生活開銷還有物價，這樣吉隆坡的物價其實我相信大家也知道的啦，然後也是承認這件事情，也是必須承認這件事情的，那就是在吉隆坡新開發的項目啊，它的 build up size， 它的室內面積是越變越小了。OK， 這個是我從事在這個行業裡面打滾了那麼多年，一直monitor着的事情，一直看到的東西，這個是真的是很明顯感覺得到了。OK， 可能在5年前，你花一個500千，你在 KL 還能夠有機會買到一間那些1000方尺的3房2廁。OK， 但是今天這個500千你能夠買到什麼？它是越來越小間嗎？可能你買了1房還是2房這樣子的單位，這樣1-2房這樣子的格局試問啊，適合不適合家庭居住呢？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子，才會有那麼多人選擇。不是說逃離吉隆坡了，他們沒有辦法在吉隆坡買房子，然後在那邊長期住了。這個是我聯想到的東西啦。OK， 沒有根據官方的數據啦，這個是我自己的觀點罷了啊。OK，correct me if I'm wrong。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這個就是我聯想到的為什麼開始不是開始了，就越來越多人搬離 KL。這樣為什麼他們會搬去斯蘭沃呢？最 straightforward 的咯，因為就是2個幣而已嘛，我們很不小心就跨走了的，其實。OK， 像在雪蘭莪剛才我也講到，其實有些地方他們的生活開銷還是不便宜，比如說越靠近吉隆坡的那些雪蘭莪地段，比如說 PJ 安邦也是有分斯蘭沃的嘛。OK， 然後 Cheras 斯蘭沃 ，OK， 這些地段其實還有蘇邦你看這些都是發展到比較厲害的地段他們的生活開銷也是不便宜了。但是如果是比起吉隆坡本身的話啦，肯定它的物價還是來得便宜一點。加上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到這種趨勢啦，現在越來越多就是其實有那些 township 的 project 其實他們就是往外建的嘛。OK。一開始我們看到的就是比如說什麼耶那種地方，然後你看現在去到 Kota Kemuning Rawang 這種地方一直有這些 township project， 而且我自己也留意到的就是這些 township project 他們裡面的 concept， 它提供的那些配套其實蠻不錯的嘞。OK， 上一次我也去過那一個 Gamuna Gardens。其實，如果你不要講地點距離不要講跟 KL 的距離很遠這一個因素啦，其實 Gamuna Gardens 還是一個那個地方舉個例子還是蠻不錯、很宜居的一個新的社區嘞。因為第一，它有自己的生活便利設施在那邊了的 ，OK， 有商店有國際學校啦，然後 existing 也是有那些本地的中小學然後它附近也是有一些蠻 mature 的 township，OK， 比如說 Anggun City， 我當然這個是其中一個 example 啦。像 Kota Kemuning 那些地方也是一樣的 ，OK， 它也是距離 KL 很遠，但是在那些地方，我除了買到 land 之外這樣我買到很不一樣的居住環境。可能現在的人開始向往這樣子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trend 來的，因為尤其是過了 MCO 過後啦，我覺得大家對生活方式的觀點有一點點的改變，需求也是會有一點改變。OK， 可能大家會更加注重的是生活的環境，你的綠化做得怎麼樣然後你的休閒的地方做得怎麼樣等等的。所以那些 township project 做到近幾年都做到蠻不錯，而且它的價錢當然也是不便宜只是你能夠用到同樣的價錢，你在吉隆坡可能買了一間很大間的 condo， 但是同樣的價錢可能100萬左右你在這些地方你可以買到一間很大間的 landed properties 了。OK，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大家就會選擇我們搬出來了。OK， 所以這個是我聯想到的東西。但是
它還是會造成一些小問題的，我覺得不小了這個問題，那就是交通的這個問題。因為你看呢，大部分的就業機會首選肯定是吉隆坡啦，對不對？這樣如果是吉隆坡以外的地方，比較多就業的地方是哪裡？ PJ 咯，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 satellite town 嘛。OK，so 在那邊就有很多工廠啊，還有其他服務業的就業機會在那一邊。這樣其他地方呢 ？OK， 這樣如果大家的工作地點還是在這一些現有的城市的話，這樣如果他們住到很遠的時候，他們是不是又要再開車回來呢？這樣到最後是不是增加了那個交通的流量，然後增加了交通阻塞呀？所以這個東西不懂啊！我一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我就一直反覆的想到這個問題。其實接下來我們買房子，或者是接下來這整個市場上，其實大家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OK， 大家在買房子的時候需要的是什麼東西？是不是說一定要靠近市中心啊？是不是說一定要住在靠近 KL 啊？住在靠近 KL 到底現在是不是首選的？這個是我想到的東西啦，還沒想到的問題啦。OK， 可能就順便借着這一個機會，借着這一支視頻，就跟大家做一個survey哦。OK， 買房子對你來講，靠近吉隆坡是不是你的首選？還是因為現實所逼，必須要向現實低頭？我們沒有辦法。OK， 我們逃離吉隆坡。因為這一個數據還有一個我覺得值得關注的一個數據是什麼呢？這份報告裡面呢，它還有一個數據是值得去關注的是什麼呢？大部分會有這一個人口遷移的歲數是發生在25到34歲 ，which is 佔了大部分是這個24% 左右。然後接下來就是1到14歲，這樣1到14歲可能就是跟着這些25到34歲的 young family，OK， 這一個族群其實是已經開始組織家庭了的。然後他們都是因為家裡人的因素做這一個遷移。然後第二個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 environment 對，所以我才會想到，會不會是因為大家想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城市的生活不再是首選的所以才會有發生這樣子的遷移。因為這一份報告裡面呢，我會拿出來討論也是因為其實它這一個人口遷移的數量比起2022年的時候啦，其實是有增加的，它不是減少啊，還是保持所以如果有增加的趨勢的話，我覺得是有一定的 message 在那一邊了的 ，which is 就是我通過這一支視頻來發表一下我對這一個報告的解讀是怎樣啦。不知道你會有沒有其他的看法？有的話可以在評論區裡面討論，一起交流一下。所以最後還是問多一次，就是大家其實對買房子這件事情到底什麼是你的首選呢？什麼因素是你的首選？是不是一定要靠近吉隆坡了？還是好像這一份人口遷移的報告裡面所指出來的，其實大家更向往的東西是要有不一樣的生活環境，更好的生活環境所以不懂so 大致上是這樣子啦。這一支視頻，這個短短的 podcast， 然後有什麼我們在評論區那邊交流。我們下個 video 見了，拜拜！記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